今天我要去北京。昨天晚上我忘了给手机充电，早上手机没有电，闹钟没有响，我差点睡过头。妈妈进来叫我，她说：快起床，你要迟到了。我马上起床，我去洗脸刷牙，我快速穿衣服，我一边吃一个面包一边收拾行李。我背上书包，拉着行李箱，我跑出家门，外面空气很凉，我走得很快，路上有很多人，大家都走得很急。我到火车站了，火车站里人很多，我跑上楼梯，我看见一个奶奶，她提着一个很重的袋子，她走得很慢。我停下来，我说：奶奶，我帮您吧。奶奶笑了，她说：谢谢你，年轻人。我帮她提袋子，袋子真的很重。我们慢慢走到楼上，奶奶一直说谢谢。我放下袋子，对她笑，她也笑了。然后我继续跑，我很担心火车走了，我跑得很快，我的心跳很快。终于，我看到火车，我赶紧上车，我找到我的座位，我坐下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我心里想，太惊险了，火车开动了。我看着窗外，外面的树一棵一棵往后走，我觉得很新奇。我喝了一点水，我想，我真的要去北京了。火车到了北京，我下了车，车站非常大，人很多，很热闹，大家走得很快。我有点紧张，我拿出手机，可是手机没有电，我忘了带充电宝。我不知道去哪里，车站有很多出口，我走左边的门，外面车很多，我看见很多出租车，司机喊：坐车吗？坐车吗？我觉得有点吵，我不知道怎么走。我想找我的酒店，可是没有地图。我看见一个小卖部，门口有一个大叔，我走过去问：叔叔，请问这里去东路怎么走？大叔听了笑一笑，他说：直走，再右拐。我点头说谢谢。我走了10分钟，路口很多，我有点乱。我觉得我又走错了。我看到一家小店，店里卖面包，我很饿。我走进去，里面很安静，有一个阿姨在收银台，她笑着问：你要买什么？我说：请给我一个三明治。阿姨给了我一个三明治，我付了钱。我坐在店里吃，三明治很香，我觉得有点舒服。我休息一会儿，然后我走出来，我继续找路。这时我看到一个小公园，孩子们在玩，有的跑步，有的踢球，还有老人坐在椅子上聊天。我停下来看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继续往前走，我看到一条小街，街上有很多小店，有书店，有衣服店，还有水果店。水果店里有苹果和香蕉，颜色很漂亮。我想买一点水果。我走进去，老板说：要买什么？我说：给我2个苹果。老板笑了，说好。我拿着苹果走出来，我边走边吃，味道很甜。我心里觉得这个城市虽然大，可是很有生活味道。我走过一个市场，市场里人声很大，有卖菜的，有卖花的，花的颜色很多。我看到红的、黄的、白的，我觉得很美。我继续走，可是我发现我又走回来了。前面是我刚才看到的面包店。我笑了笑，我想我真的走错了。我决定不着急，我告诉自己慢慢走吧。我走过一个公园，公园里有小孩在笑，他们在玩滑梯，有的在荡秋千。我看见一个老爷爷在喂鸽子，鸽子飞来飞去，很安静。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，心里觉得很温暖。然后我继续走，我看到一个大市场，市场里有卖菜的，有卖衣服的，还有人卖书和小玩具。我买了一瓶水。我走到一个花摊，花的颜色很多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，都很美。我闻到花香，我觉得北京很热闹，也很亲切。我继续走，走了很久，我看到一个大喷泉，
喷泉在广场中间，水喷得很高，很漂亮。我认出这个地方，在网上的照片里我见过。我知道酒店就在附近，我心里很高兴。我走进一条小街，街上有咖啡店，有小饭馆。我看到一家书店，书店门口放着一些旧书。我走进去看看，书店很安静，有几个人在看书，我觉得很舒服。我想以后可以常来。我走出书店，终于我找到我的酒店。我进去办了入住。我走进房间，把行李放下。我坐在床上，慢慢地笑了。我想起今天的路，想起那个帮我的叔叔，想起面包店的阿姨，想起市场荷花。我觉得北京不只是地图上的线，它有声音，有颜色，有笑容。我心里很安定。我告诉自己，下次不用地图走走看吧，因为走错路也是冒险的一部分。现在再听一遍，这次没有拼音，也没有翻译。今天我要去北京。昨天晚上我忘了给手机充电，早上手机没有电，闹钟没有响，我差点睡过头。妈妈进来叫我，她说：“快起床，你要迟到了。”我马上起床，我去洗脸刷牙，我快速穿衣服。我一边吃一个面包，一边收拾行李。我背上书包，拉着行李箱，我跑出家门。外面空气很凉，我走得很快，路上有很多人，大家都走得很急。我到火车站了，火车站里人很多。我跑上楼梯，我看见一个奶奶，她提着一个很重的袋子，她走得很慢。我停下来，我说：“奶奶，我帮您吧。”奶奶笑了，她说：“谢谢你，年轻人。”我帮她提袋子，袋子真的很重。我们慢慢走到楼上，奶奶一直说谢谢。我放下袋子，对她笑，她也笑了。然后我继续跑，我很担心火车走了。我跑得很快，我的心跳很快。终于，我看到火车，我赶紧上车。我找到我的座位，我坐下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我心里想，太惊险了，火车开动了。我看着窗外，外面的树一棵一棵往后走，我觉得很新奇。我喝了一点水，我想，我真的要去北京了。火车到了北京，我下了车，车站非常大，人很多，很热闹，大家走得很快。我有点紧张，我拿出手机，可是手机没有电，我忘了带充电宝。我不知道去哪里，车站有很多出口，我走左边的门，外面车很多，我看见很多出租车，司机喊：“坐车吗？坐车吗？”我觉得有点吵，我不知道怎么走。我想找我的酒店，可是没有地图。我看见一个小卖部，门口有一个大叔，我走过去问：“叔叔，请问这里去东路怎么走？”大叔听了笑一笑，他说：“直走，再右拐。”我点头说谢谢。我走了10分钟，路口很多，我有点乱。我觉得我又走错了。我看到一家小店，店里卖面包，我很饿。我走进去，里面很安静，有一个阿姨在收银台，她笑着问：“你要买什么？”我说：“请给我一个三明治。”阿姨给了我一个三明治，我付了钱。我坐在店里吃，三明治很香，我觉得有点舒服。我休息一会儿，然后我走出来，我继续找路。这时我看到一个小公园，孩子们在玩，有的跑步，有的踢球，还有老人坐在椅子上聊天。我停下来看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继续往前走，我看到一条小街，街上有很多小店，有书店，有衣服店，还有水果店。水果店里有苹果和香蕉，颜色很漂亮。我想买一点水果。我走进去，老板说：“要买什么？”我说：“给我2个苹果。”老板笑了，说：“好。”我拿着苹果走出来，我边走边吃，味道很甜。我心里觉得这个城市虽然大，
可是很有生活味道。我走过一个市场，市场里人声很大，有卖菜的，有卖花的，花的颜色很多。我看到红的、黄的、白的，我觉得很美。我继续走，可是我发现我又走回来了。前面是我刚才看到的面包店。我笑了笑，我想我真的走错了。我决定不着急，我告诉自己慢慢走吧。我走过一个公园，公园里有小孩在笑，他们在玩滑梯，有的在荡秋千。我看见一个老爷爷在喂鸽子，鸽子飞来飞去，很安静。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，心里觉得很温暖。然后我继续走，我看到一个大市场，市场里有卖菜的，有卖衣服的，还有人卖书和小玩具。我买了一瓶水。我走到一个花摊，花的颜色很多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，都很美。我闻到花香，我觉得北京很热闹，也很亲切。我继续走，走了很久，我看到一个大喷泉，喷泉在广场中间，水喷得很高，很漂亮。我认出这个地方，在网上的照片里我见过。我知道酒店就在附近，我心里很高兴。我走进一条小街，街上有咖啡店，有小饭馆。我看到一家书店，书店门口放着一些旧书。我走进去看看，书店很安静，有几个人在看书，我觉得很舒服。我想以后可以常来。我走出书店，终于我找到我的酒店。我进去办了入住。我走进房间，把行李放下。我坐在床上，慢慢地笑了。我想起今天的路，想起那个帮我的叔叔，想起面包店的阿姨，想起市场荷花。我觉得北京不只是地图上的线，它有声音，有颜色，有笑容。我心里很安定。我告诉自己，下次不用地图走走看吧，因为走错路也是冒险的一部分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